暴躁的音乐、爽快的打斗、夸张的演出，以及一个个骚气蓬勃的角色，这估计是鬼泣系列游戏大多数时候给人的印象吧。它就像一锅沸水，充斥着炙热的激情，让人满头大汗的沉浸在滚烫的氛围中无法自拔。然后那个男人出场，砰，沸水瞬间结成了冰块。这个叫做维吉尔的男人是那么的冷酷，那么的高傲，浑身上下环绕着一股冰冷的气场，仿佛一个背影就让空气瞬间凝结，光是站在那里就能让人感觉到他的孤傲与强大。如果说整个鬼泣系列游戏的风格是热的话，那么这个男人的风格就是冷。然而冷与热的冲击却丝毫没有显得格格不入，反而像咖啡遇上方糖那样产生了奇妙的效果。这也使得这个男人成为了鬼泣系列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，可能也正是因此他才如此令人难忘吧。2000年前，有一位恶魔为了人类而战，他被称作魔剑士斯巴达。斯巴达与一个人类女子结合，生下了一对双胞胎，哥哥维吉尔与弟弟但丁。如果你试图在这对双胞胎身上找相同点的话，那你可能要失望了，因为这俩人就像冰与火、光与影、黑夜与白昼一样，成了完全对立的存在。但丁喜欢红色系，维吉尔喜欢蓝色系。但丁头发垂落，维吉尔头发立起。但丁热情似火，维吉尔冷酷如冰。但丁战斗方式大开大合，夸张华丽，而维吉尔总是用最少的动作打出最致命的斩切。虽然两人身体里都有一半恶魔和一半人类的血液，但是但丁更承认自己人类的那一部分，而维吉尔则更愿意接受恶魔的身份。这也使得两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。但丁开了一家事务所，当起了恶魔猎人，就算穷得连水电费都交不起了，也依然在热衷于帮助人类斩妖除魔。而维吉尔可没心情做这种事情，他把自己看作恶魔，不停地追求着更强大的力量。可以说，但丁继承了斯巴达的信念，为了人类而战，而维吉尔想要继承的是斯巴达的力量。我们先来说鬼泣3，当时年轻的维吉尔已经走上追求力量之路了，他想要解开魔戒的封印，以此来取得父亲斯巴达的力量。斯巴达曾经留下了2串项链，但丁和维吉尔各有一个。这2串项链是解开魔戒封印必不可少的钥匙。为了拿到但丁的那一串，维吉尔把但丁引到了通往魔戒的塔里，然后在塔顶两人展开了决战。兄弟俩实力非常接近，维吉尔的炎魔刀与但丁的叛逆之刃接连碰撞，刀光剑影之间连羽幕都被切开。最终还是维吉尔实力高出一头，他抄起武器就往弟弟身体里面捅，那股冷酷无情的气势实在是令人难忘。还好但丁有个怎么捅也捅不死的属性，不然真的担心他就这么被维吉尔给干掉了。怒插弟弟还不算完，在之后维吉尔还把自己的帮手阿克汉姆也给插了，理由是觉得对方没有利用价值了，简直是一个无情的插人机器。不巧的是，被他插过的人都刚好有插不死的属性。阿克汉姆并没有死，而且还在维吉尔破解魔戒封印时出现，拍飞了经过大战已经精疲力尽的但丁和维吉尔等人，打算将斯巴达的力量占为己有。当然，不管是维吉尔还是但丁，都无法忍受父亲的力量被这个猥琐男拿去，所以两人合力击败了变成一坨黑暗物质的阿克汉姆。这对双胞胎虽然各方面都相反，但合作起来却非常默契，迸发出了很强的力量。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之间观念统一，矛盾化解了。维吉尔依然痴迷于父亲的力量，而但丁依然觉得他们要继承的不是父亲的力量，而是父亲傲然的灵魂。最终他们又一次展开了决战，这是一场灵魂与力量的较量。这次但丁获胜，维吉尔失败了，但他眼中的坚定依然未减。他没有后悔，也没有迷茫。如果他选择的这条路最终通往深渊的话，他也会义无反顾地往下跳。还好他没有改变心意，承认错误，然后和弟弟和睦相处。如果剧情像这样发展的话，他就不会那么令人难忘了。这个角色让人佩服，就佩服在他那股执着的劲儿。你可以击败他，但绝对没法击垮他。失败了的维吉尔选择了坠入魔戒，留在父亲的家乡。他阻止了弟弟伸手抓他，因为他不想把弟弟也一起拉下去。一个跳往魔戒，一个留在人间，他们始终朝着相反的方向走，渐行渐远。这就是这对兄弟的宿命吧。鬼泣4特别版也有维吉尔的登场，当时的时间应该是在鬼泣3之前。维吉尔听说在一座岛屿上有一个崇拜斯巴达的组织，名为魔剑教团。追求斯巴达力量的维吉尔自然去那里调查了一番。那趟旅程倒是没调查出什么对他有用的结果，不过他离开之前估计也是当了一回无情的插人机器，在那里留下了一个儿子尼禄。尼禄也是鬼泣系列里的重要角色，我们下回再说。接下来说鬼泣1里的维吉尔。
坠入魔界以后，维吉尔又经历了很多挫折，他被魔帝蒙德斯打败，并被其改造成了只会服从命令的黑暗天使。在1代的故事中，他跟但丁有过2次交手，头一次就通过一套漂亮的剧情杀打败了但丁。然而在快要把但丁给掐死时，他看到了但丁脖子上的项链，这唤醒了他潜在的记忆，于是他放过了但丁。后来他又一次与但丁对决，这次他被但丁击败，随后在一片光芒中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只留下了他的那串项链。但丁捡起项链，才知道那是自己的哥哥。当但丁看着项链时，估计也是在为哥哥的悲惨经历感到难过吧。这对兄弟虽然针锋相对，打来打去，但其实还是存有感情的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玩家都很关心这个男人之后的命运。还好在《鬼泣5》里他又登场了，光是在预告片里看到他的背影就已经让玩家们欢呼雀跃了。毕竟系列粉丝们都很关心这个神秘而又坚定的男人会有怎样的归宿。《鬼泣5》里但丁老了，维吉尔也不再年轻，在追求力量的道路上，他经历了太多次失败，身心都已经支离破碎。但在倒下前，他还有一个心愿，那就是打败弟弟但丁。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取回自己的炎魔刀。当年在一系列机缘巧合下，炎魔刀寄宿在了尼禄的恶魔之手里。维吉尔找到尼禄，一把就把他的恶魔之手给扯下来，夺回了炎魔刀，好一个父慈子孝的画面。随后，这个无情的插人机器躲起来，用炎魔刀插了他自己，这触发了炎魔刀的隐藏能力，将维吉尔人类的那一面分离出了体内。这时的维吉尔变成了2个分身，代表人类一面的 V 和代表恶魔一面的怪物尤里增。他以前变强的方法是寻找更多的力量，而现在则是把自己软弱的一面分离出体内，这起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效果。维吉尔的恶魔之面尤里增有多强？他光是坐在那里用几根体毛就能暴打尼禄和但丁，简直不可思议。拥有这样的力量，他还觉得不够，他种下了一棵魔树，让其在城市中生长。魔树吸收人类的血液，会结成一颗果实，他要吃下那颗果实来获得更恐怖的力量。在这个怪物身上，你看不到任何感情，你能看到的只有残忍、暴虐和对力量的渴望。再看看人类的那一面 V， 整天拿着本诗集在那儿念，看起来弱不禁风的样子，连把武器都抬不起来，遇到敌人也只能靠召唤一只大鸟、一条大狗和一头大猩猩来战斗，然后靠步步刀来混日子。这2个分身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。然而 V 虽然相对弱小，但是他比起尤里增来说肯定更让人愿意亲近一点，因为他有人性、有良知、有思想。他意识到从前盲目追寻力量的那个维吉尔有多愚蠢，也明白不能放任尤里增去破坏这个世界，所以他想方设法去帮助尼禄和但丁击败尤里增。后来尤里增成功吃下了魔术的果实，失去体毛，展露了究极形态，实力更上一层楼，但还是被同样激发了强大力量的但丁给击败了。毕竟反派终究是要被阻止的，这是维吉尔的宿命。补刀狂魔 V 爬到了奄奄一息的尤里增身上进行了补刀，接着砰，2个分身合体，维吉尔本尊现身了。吃过果实，融合了2个分身，此时的维吉尔达到了巅峰状态，一举一动之间连空气都为之颤抖，那股气势完全不像一个经历过无数次失败的人。他可没兴趣击败大战过后已经伤痕累累的但丁，所以让但丁回去养精蓄锐，改日再战。那场战斗可谓是打得天昏地暗，难解难分，到最后2人使出了全力一击，看起来不拼个输赢誓不罢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觉醒了力量的尼禄来了一波实力劝架，他不希望一家人真的打个你死我活，所以一顿操作把这2个老人家治得服服帖帖的，他们无话可说，只能就此收手。这个结局终于有点父慈子孝、一家团圆的味道了啊！不过维吉尔留下的烂摊子还得收拾。这对兄弟决定一起前往魔界，斩断魔术的树根，好让城市恢复原貌。下去魔界容易，回来就很难了。不过他们在那里也不会寂寞，可以互相陪伴。但是别指望这对从小打到大的双胞胎能和和气气的坐下来喝茶，他们相处的方式还是以互相切磋以及比谁杀的恶魔更多为主。或许这就是最适合他俩的结局了吧。这就是维吉尔的故事了。他冷酷、高傲、执着，这些特质让他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。其实除此之外，他还隐藏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，那就是孤独。关于他性格的成因，在《鬼泣5》里也有解释。在维吉尔和但丁还很小的时候，他们家遭到了恶魔的袭击。当时他们的母亲先把但丁藏在了柜子里，然后心急火燎地去找维吉尔，但是还没找到维吉尔，他就遇害了。这使得维吉尔误解为母亲保护了但丁，而弃自己于不顾。他觉得自己被轻视、被抛弃，所以才一直想证明自己，想得到重视。
而证明自己的方式就是不断的追求力量，不断的变强。这是一条孤独的辛酸之路。在这条路上，他渐渐迷失了自己，变得越来越冷酷，越来越无情，也越来越孤独。走上这条路的原因，说白了就是缺爱。另外，维吉尔也有种心理，就是讨厌自己软弱的一面。之前也说过，他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恶魔，他认为自己身体里人类的那一部分很弱小，所以不惜自痛也要把人类的一面剥离出去。这种心理也并不难理解，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讨厌自己的某个部分，搞不好这个世界上最讨厌你的人就是你自己。我们总是渴望变得优秀，渴望被人仰慕，但是抱着这样的心态，就真的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吗？那个怪物尤里曾是很强大，但是别人愿意去给他爱吗？肯定不愿意。在别人看来，他只是一个整天坐在恶臭垃圾场里的麻烦制造者。他是很强大，但也很孤独。而人类的那一面 V 虽然实力上要弱得多，但是他拥有良知、智慧和善心，也充满了人情味和责任感，所以也赢得了身边人的信任和尊重。这才是维吉尔真正需要的东西。虽然他一直想作为一个恶魔活着，但讽刺的是，只有人类的那一面才能让他得到真正的满足。会流泪的始终是人，而不是恶魔，也只有人才懂得如何去爱，以及如何被爱。在鬼泣5里，维吉尔曾对着空气说过这样的话：如果那天我们双方处境对调，我们之间的命运是否会有所不同？我会不会过着你的生活，而你会不会走我的老路？或许在说出这段话的那一刻，这个从不流泪的恶魔才终于学会了思考活着的意义。